听说此刻，半月楼已经被中书省王舍人的内职给包下来了。科考在即，他竟然敢如此招摇享乐。人家什么身份？我等什么身份？说不定早就已经把门道疏通好了。我们这些寒门子弟能跟人家比吗？如此说来，我们这寒门子弟岂不永无出头之日啊？喝酒吧。这儿有。哎，你们听，哪儿有嘘声？敢问阁下，为何挡住我们的去路？诸君夜泊镜湖，醉卧乌篷，想必是科考在即，心有烦忧。吾特来为诸君解惑。阁下何人？怎知我们是荆轲世子？吾乃镜湖先生，可辨识人心，知过去未来。王承兄，我看此人行事藏头露尾，多半是个骗子吧？就是啊，天下哪有此等神人？我可不信。如若不信，可上传一事：诸君心中所求，得无相助，皆可达成。我愿意是。请。请坐。敢问先生如何为我解惑？凝神静气，详看此物，一切因果尽在其中。话说那一夜，月色皎皎，熏声悠悠，镜湖先生乘一叶扁舟破雾而来。他邀请世子王成上船一叙，三言两语便点拨了他，然后又消失在一片薄雾之中。你们猜后来怎么了？怎么着？下注了！星河照我，花落谁家？下注了！我这个行啊！哎，大家快来看看啊！科举及第秘籍30文一本，30文一本。科举及第秘籍。第二日，王成便写出了数篇文章，向司贤书局投了稿。那书局刊印的《京都异史》，乃是世宗令韩大人的必读之物。这不出几日啊，王成便被韩大人相中了，收为了门下弟子。哎，这王成岂不是发达了？对呀！哎，诸位，这不只是王成啊，那晚同去3人都被镜湖先生一一勘破心中所求，还指点迷津，并祝他们得偿所愿。我们都没有什么好事。总之啊，但凡是世子们遇到的疑问，这镜湖先生都能为他们一一。张兄，你怎么回来了？不讲了啊！今天先散了啊！这镜湖先生该怎么找啊？这我也想知道啊。不过呀，还是去镜湖边碰碰运气吧。啊，先生，先走啊！哎，听说了吗？这次科举啊，太后跟圣上都想让自己的人来当主考官，相争不下，到最后呢，却让一个两头都没占的蓝侍郎讨了空子。那个人油盐不进啊，送礼的都让打回来了。哦，马兄莫非之前碰过钉子？怎么说话呢？我用得着吗？对，也是。马兄啊，堂堂江南郡守之子，
过些日子啊就要迎娶国舅千金了，还用得着讨好她区区一个蓝氏了？就是。没想到这主考官之位竟落到了我头上，世人皆说我是鹬蚌相争，渔翁得利，只怕圣上此举另有深意。是，看来接下来咱们的行事须得万分小心了。事已至此，只得尽力主决。张兄，你可不知道，我最近天天求神拜佛，只盼你早日回京。我都吃了半个月的素了，可把你盼回来了。心结解开了呗？那就好，看，一定是佛祖显灵了。走，走。啊，这不是最近快科举了吗？我这临时抱抱佛脚。对了，你刚刚说那个镜湖先生是什么人啊？哦，你说那人啊？那可是个神人啊，就是在你离京不久后突然出现的。哎，别说，那人跟你还有点渊源呢。我听闻他也会一种术法，能窥探内心、预知未来，而且也要用到一种水气。难道他也会净化水源？大人，我已经在镜湖边上查看过了，却全然没有发现镜湖先生的半点踪迹。此事实在蹊跷。既然摩罗族的复仇者已经死在了玄机府，为何又冒出来一个镜湖先生？前尘往事扑朔迷离，但既然此人会镜花水月，就一定同摩罗族有关。找到他，或许会有新的传奇。张兄，这就是我跟你说过，受过镜湖先生指点的许兄。许兄，这是我的好兄弟张平。我知道二位来所为何事，但我已经不能再多说了。现在整个京城都在讨论这件事情，就连主考官蓝大人都被惊动了。我怕再传下去，我是要惹祸上身啊！许兄，咱们俩在京城是什么关系啊？你就帮帮我呗，我保证，张兄就是问几个问题，绝不外传。来，走，来，绝不外传，绝不外传。你问吧。听说镜湖先生能够窥探人的内心，是真的吗？当然是真的了。我一开始也不相信，但是镜湖先生一下就猜到了我正在寻找薛儒编撰的《四书真注》。这本书在江湖上失传已久。那晚，镜湖先生跟我说，让我回去之后多做善事，积攒福报。我就沿街给那些流民啊、乞丐啊发放些吃食。结果，你猜怎么着？有一个乞丐，非说不肯白吃我的，拿一个旧的木盒跟我交换。我拿回来打开一看，好家伙！里面竟然就是这本《四书真注》。哇，真是太神了吧！干嘛？问就问啊，别打我的书的主意。镜湖先生那晚使用的水器是这样的吗？还真是一样的。你们怎么也有？嗨，那天我详细的跟张兄说了一下，他觉得特神，他就仿制了一下，仿制的。那镜湖先生是如何用此物对你施术的？哎，你干嘛呢？我就是往里注入清水，然后让我注视着水面啊，差不多就这样吧。好了，我要温书了啊，你们也回去。我再多问一句，你被施术后，还记得发生过什么吗？也没发生什么，就是感觉
置身于仙境一般，心境无比平静。今科共备4道考题，由3位大人与下官分别出题，再由2位监考官见证封存。待科考当日，现场抽取其一。不知3位大人对此有何异议？老夫等人均无异议。那便请3位大人与下官封存考题。赵兄，你到底弄清楚了吗？镜湖先生用的到底是不是净化水月啊？水器的样式和施术过程的确跟净化水月一样，但是据我所知，净化水月并不能未卜先知，而且那个乞丐的出现也未免太过巧合了。得，算我们又白跑一趟。也不是，既然他也有水器，就说明他和摩罗族有关系。不过，我总觉得他别有居心。怎么还别有居心了呢？更奇怪的是，镜湖的湖水来自地下，与外界并不连通，外面的船不可能进来。镜湖先生的船又是如何做到神秘出现，又神秘失踪的呢？我觉得吧，咱们就别瞎想了。听说那镜湖先生是湖上白鹤所化，自然来去神变，岂是我们这种凡人能够窥破的？你先回家吧，我再想想。嗯。近来出现个镜湖先生，在世子中威望颇高，蓝侍郎可有耳闻？下官听说了。科举乃是为了选拔天子门生，却有宵小之人趁机笼络人心，怕是意图不轨。你作为主考官，需更加上心。下官谨记。
哎，你说，咱们都来了5天了，也没碰到镜湖先生。那天晚上我怎么没跟王承修一同泛舟呢？也不至于天天在这守株待兔。来都来了，要不咱们还是去湖上碰碰。哎，陈超，你怎么也来了？你不是在家温书备考吗？哎，别提了，我这半吊子书袋啊，临时抱佛脚是没用，还是抱个真佛吧。来，给。这熏声是镜湖先生。镜湖先生来了吗？哎，别嚷嚷，快！哪儿呢？这湖上的是，一定是镜湖先生的锦囊。锦囊。这怎么拿呀？对啊。就嚷嚷！你给我！这个，来，看，写的什么呀？哥，共愿秋为，鬼有鬼。有鬼？哎，有鬼！这是什么意思？不明白啊。也是。这有鬼又是什么意思啊？不知道啊。96，千万别让我抽到什么鬼友啊！明天就要科考了，却遇到这档子事儿，蓝大人应该怪头疼的。一会儿抽签的时候，咱俩要遇到他该……蓝大人是考官，我们是考生，入场就好了。我看可不如常吧。这当初啊，我可听说有人天天出入蓝府，跟蓝大人怕是什么远房亲戚吧？那张兄今科定然是高中了。何轩在这儿，先行给您道喜了。何轩，张兄招你惹你了，少在这尖嘴薄舌。怎么了？我说的不都是事实吗？大家说是不是？是不是？就是。哎，诸位，考官来了。我二人乃礼部员外郎邵志、季文，皆为经科监考官。依照惯例，考生须于考前1日抽取座次，由我二人亲自监督，以示公正。考试期间，1人1座，已按照天干地支的次序排列。签上所写乃是座位的号牌。现在，请所有考生排成2队，开始抽签。人参就在鬼友旁边，张兄，你可太幸运了！快点儿！皇天奥土，保佑我不要抽到鬼友。哎，陈子成抽中了鬼友号。哟，陈兄，镜湖先生预言你听说了吧？你可要小心。是啊，陈兄，这镜湖先生的预言可是很准的。你呀，赶紧回家烧点符纸，去晦气。陈兄，怎么走了？切，不考了，装什么清高？不就会写几篇文章吗？有什么了不起？就看不惯他那鸟样。陈兄不就平时帮人带笔，补贴家用？你们何必如此刻薄？行了，快点抽签。张兄，你看什么呢？他刚才反应有点奇怪，
哎，要我抽到了，估计更慌。诸世子，经查验无误，进入考场后需找到号牌对应座位，自行就座。本次科考为时3天，于今日4时正式开始。4时过后，考场封门禁止入内，如若外出，需提前交卷，视为答卷完毕，不可再入。张兄，在那儿。鬼友桌的人呢？哎，陈子尚还没来呢，该不会预言成真了吧？张兄，今儿一直没见到陈子尚，离开考就半个时辰了，他不会不敢来考试了吧？那鬼友有鬼的传言，蓝侍郎可曾知晓？科举乃国之要务，务须谨慎。下官已派人加强公园周围的巡逻，仔细验查考场的陈设，并未发现不妥。4时在即，准备抽题。鬼友有鬼，到底什么意思？张兄，你到底看出什么来了？没什么异常。考官至。4时到。本官乃经科主考，礼部侍郎蓝卷，现抽取经科试题。是镜湖先生！镜湖先生，走，快看看去，快！在哪儿呢？镜湖先生，哎，快看！在那边，上面，在那儿。就有镜湖先生。快看，镜湖先生在帮我们。对，是不是镜湖先生又有什么约定了？快看，这边有动静啊！这是锦囊，在那边，快接着！庶人似可逐鳌头，重路行遍西牧名。若无足定金镶玉，空有正欲四方情。庶人似可逐鳌头，庶人逐鳌头的方法唯有登科呀！这说的不就是科举吗？快去查，怎么回事？
若无足定金镶玉，空有正玉四方琴。意思是说，如果没有足够的钱财，就只能空有一腔抱负吗？没有钱财空有抱负又是什么意思啊？难道说有人早就用钱财贿赂了考官？那我们这些没钱的不就白来了？是不是？对啊，鬼有鬼，难道指的就是这场科考舞弊？这试题恐怕已经泄露了。不行，今天必须给个说法，必须给个说法！动员众地，对啊，必须吵吵嚷嚷，成何体统？诸位稍安勿躁。本次科考的4位出题人，皆是圣上钦点，全程又有礼部监督，断不会有受贿舞弊的可能。如若再有人危言耸听，扰乱考场秩序，本官将按照本朝的律法，将其除名严惩。蓝大人，您这是要排除异己，公然打压我们吗？哎，不对呀，这句“若无足定金镶玉”，莫非说的就是蓝大人？对呀，金镶玉，金镶玉嘛，绝不就是金镶玉啊！请3位随本官移步内堂。蓝侍郎，方才那一幕你作何解释？事出突然，下官也是防不胜防。那是诗，你又怎么说？这一句有诸多解释，单凭“金镶玉”3个字，便说下官受贿，这未免太过牵强。况且那镜湖先生藏头露尾，别有居心，他的话岂可取信？张平，你跟蓝大人沾亲带故，该不会是你们串通舞弊，他泄题给你的吧？蓝大人在帮你作弊吗？我刚刚看到你在鬼友号鬼鬼祟祟，你到底在做什么？我是去查案，看着挺老实的，没想到居心叵测啊！禀告4位大人，下官带人在附近一带搜寻，并未发现是何处传来的讯声，也未发现是何人放的纸鸢。你速去请部通知王侍郎此事，请他前来相助调查。不妥。老夫和窦尚书都是荆轲出题之人，我儿王晏理应遵循六亲回避、下属回避这2个条律，不能介入科考啊。老夫为官几十载，还从未见过哪届科考出了这么大的乱子。若要稳住考生的心，恐怕只有你辞去主考官一职，另择贤能了。下官既没泄题，又没有收受贿赂，若因这字条上的含沙射影便请辞，那岂不是正遂了这奸人之意？你们一个个红口白牙的胡说八道，张兄怎么可能跟蓝大人串通舞弊？我看有鬼的就是他，不能让此等舞弊之人跟我们一同参加科考，对我等太不公平。对，妹妹怎么回事？好像是闹起来了。我和蓝大人没有关系。住手！我和蓝大人没有关系，更没有串通作弊。你蒙谁呢？刘太傅、王太尉，方才这个人在鬼友桌前鬼鬼祟祟，定是他跟蓝侍郎串通舞弊，应该把他们都抓出去严惩。我没有。张平，事到如今，你还有什么好狡辩的？我还纳闷呢，你又没有什么钱，如何舞弊？我看你就是蓝大人的亲戚。我说了我没有。蒙谁呢？蒙谁呢？哦，对，现在这样，你作何解释？我没有，我说了我没有。住手！本官与张平并无瓜葛。我朝规定，考前3月，考生均需录入家状。既然大家有此疑虑，我便当众宣读张平的家状，以正视听。张平，冠西川郡李家店人士，曾祖吴，祖吴。
母吴、父吴、兄弟吴、三代吴，合家口音。本官知道你们寒窗苦读多年，其中的艰苦，本官深有体会。今日，既然诸位对本官有所质疑，为保公正，本官愿辞去主考官之职，赴大理寺接受调查。如若抽到本官的考题，亦可作废，另去抽取。少智，礼部的事宜，暂由你和季文主持。既然蓝侍郎已经交出了主考官印，科举还当继续进行，改由本官代表礼部抽取经科考题。不是，这怎么回事？我等认为，礼部之人皆是蓝侍郎的手下，难保不会出于他的授意，代行这舞弊之事。那你想如何？科举若要继续进行的话，要保证绝对不可能有舞弊之事发生，尤其是抽题环节，须得绝对公正，毫无从中作梗的可能。我觉得换了，你这人。诸位，众人既不放心，可自行推举一人前来抽题。三位大人及礼部上下皆无异议。我们刚才商量过了，若选一位士子上去抽题，也难免会落人口实。这样吧，我们选一位无关人士蒙眼抽题，以示公正。那你想选谁？就是那位在院中洒扫的老者，他无关无名，断不会与谁有利害关系。他是无关之人。杨伯。经科考题由柳太傅所出，以得定国为题，作策论一篇。科考开始。这个镜湖先生的两道语言直指科举，还把蓝大人卷进来，到底有什么目的？臣子上门来考试，又是为什么呢？看来必须得尽快找到镜湖先生，不如先从臣子上下手。
大少。这才1天就交卷了？早写完了。哎，公子，您尝尝点心，公子。赶紧走，后一放我一刻都不想待了。车呢？公子，那车给您停门口了。公子您一步。废物，停这么远干嘛？还得跑这么远？哎，公子您息怒。主要是公园的护卫不让停。报名号了吗？我报了。养你们不如养几条狗。赶紧把车叫来。是。看什么呢？是陈子商家吗？陈子商。南侍郎这失职之罪是免不了了。事情闹得这么大，纵使你自请入狱，作为主考官，也难以向圣上交代。镜湖先生扰乱科举，目的究竟是什么？那所藏头诗，难道只是为了污蔑我收受贿赂？进去吧。蓝大人，牛儿醒了要吃草，那边上面草儿好。哼哼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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哼。开饭了。
蓝大人，你吃吗？蓝大人，你要是不吃的话，这碗我也吃了，有点饿。先放着吧，我待会儿再吃。那要快一点，不然一会儿就凉了。你到刑狱司坐牢，还能将吃屎带进来，那都是托了蓝大人的福。之前您推荐我到安毒库做工，我便和这里的狱卒认识了，也多亏了他，才能跟您关到一处。本官自请下狱，是为了稳定科考的局面。你又是为何被关起来？陈子商死了。什么？我一直觉得陈子商没来考试很蹊跷，于是我便提前交了考卷，赶去他家，发现陈子商已经倒在井边，死去多时。看起来像是沐浴摔死的。这么说，这其中还有一点。奇怪的是，如果洗澡的时候摔倒，身体会本能的弓起，先用腰部、臀部着地，以保护头颈。而陈子商的腰部、背部、臀部均没有伤痕，这说明他在摔倒的时候就已经失去了反应能力。所以，凶手应是先将他杀死，再伪造成沐浴现场，摆出他失足跌倒的姿势。可惜现场被雨水冲刷过，大多痕迹都被破坏了。那依你所见，凶手会是何人？暂时还不知道，但是我发现了其他线索。我进入陈子商屋中，发现他把所有的行李都收拾好了，看起来不像是去公园，倒像是出远门。我疑惑间翻了翻他的书箱，发现里面除了书籍，还有些草稿。陈子商的底稿竟然和马林的答卷一模一样。本次科考的题目可是以德定国。大人怎么知道？在狱中这2日，我仔细思索了镜湖先生那道预言诗，发现这其中另有乾坤。你可带了纸笔？树人4可，竹鳌头。这4字，竹句人，便是乙字。重路行遍新木明，这行字与心和木相冲，叠出的是德字。若无足定金相遇，这定若没有足够的金，便剩下右侧的定。空有正语，四方晴。空有正语，指的是没有边土可整治。这玉去掉土，即是祸，四方是口，二者相结合，便是国。这首诗表面讽刺科举舞弊，实则拆字解析，暗合考题，以德定国。没想到镜湖先生竟然把信息藏得这么深。我听陈州说过，陈子商经常给人代笔赚钱，所以便猜测马林是提前得知的科举试题，找陈子商写了答卷。这底稿便是马林科举舞弊的证据。既是如此重要的证据，你为何不直接交给大理寺，而是来找我？此事牵扯科举，又和镜湖先生脱不了干系，所以无论是与公还是与我们父辈之间的旧案，我都更希望交给大人。
为此，不惜被官机刑于司。其实也没犯多大事儿，就是跟官兵顶了2句嘴，被扣了个谋法纪的罪名，关2天。多谢。镜湖先生既然能在出天之前就放出鬼友有鬼的预言，就说明陈子商的死和谢题肯定与他有关。不如我们先从这2个案子查起，或许查清楚了，就能把他揪出来。张平，你来狱中将实情相告，我很感激。但是，你我立场终究不同。大人还是因为之前的事情记恨我吗？我父亲的事儿，罪不在你，我也不会再迁怒于你。但此事终究与你母亲有关，我也很难有立场再与你相交。我明白了，我自己查。南大人，太后传唤你，请吧。科举出了此等纰漏，臣身为主考官，难辞其咎。但是当日，陈子商无故缺考，臣担心有异，便差人去他家中探访，发现陈子商已于科考前夜遇害，而他家中这份手稿，竟与科举当日抽中的试题以德定国相对应。圣上，臣受蓝侍郎之托，从贡院调出了马连的答卷，的确与陈子商的文章一模一样。臣又在狱中拆解了镜湖先生的预言诗，发现这诗中也暗含此题。由此可见，科举舞弊确有其事，还望圣上太后彻查此案。蓝侍郎既是清白的，便不必再去大理寺了。谢太后。臣斗胆一问，舞弊一事，应交何人处置？此事还待从长计议。幕后，儿臣看来，查出究竟是何人操纵科举，又是何人草菅人命，乃是当务之急。皇帝认为如今闹得还不够大吗？还要让朝廷公开承认存在舞弊，将置朝廷的威信于何地？太后，老臣以为柳太傅，那预言诗直指你出的考题，若要彻查，你难脱干系。老臣不怕查，相信王太尉窦尚书也不怕。臣也不怕，但臣以为，如今正闹得沸沸扬扬，理应大事化小，先保住朝廷颜面，待风波平息之后，再慢慢调查。可是母后，这马连是国舅爷的乘龙快婿，您未来的侄女婿。若果真参与舞弊杀人，那我皇室颜面又该置于何地？更有甚者，
会误以为我们是存心包庇，只怕有损您的威严。圣上所言极是，还请太后彻查此案。好，既然如此，那便彻查到底。参与科举的一应官员、出题人、主考官、监考官等均有嫌疑，一律禁足家中，无职不得外出。母后英明。只是这窦尚书和王太尉都是出题人，刑部理应避嫌。那这主理权交给大理寺。太后容禀，臣近来身体抱恙，头昏眼花，是字也看不清，这提笔也费劲，万一耽误了查案，只怕是有损诸位重臣的名声啊！你还推三阻四，难道要让哀家亲自去查？太后息怒，臣遵旨。回家吧，以后别再点砖宽仪了。多谢。大人，这2日在牢中受苦了。不过没想到圣上竟会在朝堂上把您保下来了。看来我能当这个主考官，是圣上有意为之。那日我心上所言，圣上您是听进去了。大人，听说陶大人这次倒是利索，已经火速将马莲收监了。但那马莲过得还不错，好吃好喝，还没被提审过。以马莲的家世，陶周峰不看僧面也会看佛面。若此案想靠他查明，难。那怎么办？查案咱们不擅长，此事又涉及王太尉和窦尚书，王大人也要避嫌。要不，还是找张平？没旁人的协助，就查不了了。准备准备，去趟公园。可太后也让您进组。循规蹈矩，如何突围？公园一定有我们需要的线索。我就进去看一眼，不会破坏现场。这事没商量啊！走走走。要是我能提供线索，能帮上忙呢？我们不管查案，只管看门，用不着你帮忙啊！无论什么忙，只要能让我进去，我都愿意帮。这……哎，你说咱搁这也站半天了，腰酸背疼的，也没人给咱哥俩弄口水喝。是啊，这天儿也黑了，这饭也没吃，你说怎么就没人给咱们送点酒肉？要不这样，你们先去吃饭喝酒，我替你们看会儿。你说你也是在大理寺当过差的人，怎么官场上的这点事儿，这蓝大人就没教教你吗？啊？如果换作是蓝大人，他会怎么做？哦，你们是要钱对吧？你怎么还说出来了？没事没事，咱认识他也不是1天2天了。就这些了。啊？就这么点啊？若想鬼友有鬼，何以得定国2道远成真？一要确保陈子生抽到鬼友前，2要确保科举当日被抽到的是柳太傅出的题目。您的意思是，有人在抽签和抽题时分别做了手脚？大人，没人，进来吧。正是，抽签和保管试题都是少直纪文负责，他2人嫌疑最大。还有抽题的那个杨伯，也可疑。
可如今涉案人员都禁足在家，由大理寺派兵看守，咱们都接触不到啊。所以，才要从物证入手。大人，真是这卷轴有问题吗？我们哥俩快交班了，你赶紧的啊！我刚进来，就5文钱，你还要差点明天啊？至多1刻啊！大人，这试卷封条上的污迹是什么？霉斑。这墨迹上怎么会发霉？您是怀疑这霉斑跟舞弊有关？可抽屉是杨波蒙着眼的，如何看见？抽屉的时候应该还没有，否则众目睽睽之下，定会被人发现。可这墨怎么会发霉呢？这倒像米面上成了霉，我年少时常见。难道杨波手上沾了米面，不慎蹭上去了？此卷轴再无其他异样，应该是此物的蹊跷。可戳到他的方法是什么？若破解不出，光凭一个霉斑也无法定谁的罪啊！如果是张平，他会怎么着？奇怪，这些石头底部没有被雨水冲刷过，应该是脏的才对。为何只有这块底部干干净净，像是有人刻意冲洗过，再放回去的？踩踏痕迹。这里有可能才是第一案发现场。养你们不如养几条狗，赶紧把车叫来！哎，是。试了一宿，毫无进展。大人，要不咱们找别人试试？我们把这个卷轴偷出来，已是冒了天大的风险，怎能透露给旁人？肯定有人既有办法，又不给揭发大人。属下就是随便说说，大人不必放在心上。不可。大人，属下按照您的吩咐去大理寺打听了案情进展。如何？长得一样，真巧。这片金叶子很可能是马连杀害陈子商的时候不慎掉落的。这就是你说的关键线索啊！
一定是你弄错了。陈子商死亡是在亥时之后，可马连自戌时初起，整晚都在半月楼，他哪有时间去杀人呢？大人如何肯定陈子商是死于亥时之后的？验尸结果恐怕没那么准确吧？这你就有所不知了。2更天的时候，陈子商的邻居还看到了他，这不就说明陈子商肯定是在亥时后才死亡的吗？那马连自戌时起就一直在半月楼，这又怎么证明啊？很多人看到了他呀，整晚陪着他的结香姑娘，也能作证。马连科考前竟去半月楼听曲作乐，属下也觉着古怪。可更古怪的是，原本那晚吏部员外郎程板要马连赴宴一叙，但马连竟临时省约了。这科考后进士的任命调遣均由吏部掌管，马连从前便时常想与本官疏通，这眼下大好的机会他不抓紧，竟去半月楼听曲。那依大人看，或去听曲只是掩人耳目，真正目的是去交易试题。准备一下，去一趟半月楼。这是马连和结香的口供，都对得上。还有小二，接待马连的小二，和几个跟马连喝酒的客人都能为他作证。这么多人证，总不会有假吧？这些酒客们说，马连不但花钱请他们喝酒，还打赏了小二许多银两，是仗义豪爽、体恤下人之人。可是那天在公园外，我分明见他随意喝马家仆，态度十分蛮横。废物，赶紧把他叫来！是。您不觉得反差太大，十分可疑吗？你是一厢情愿、先入为主的认定马连是凶犯，就处处怀疑人家。陈子商之死，跟马连半点关系都没有。凶手本官都已经找到了，即日便能结案。是谁？一个惯偷，那夜潜入陈子商家中，本欲行窃，不料却被陈子商撞个正着。此人情急之下抄起手边的压缸石，砸进陈子商的后脑，而后担心罪行暴露，又设法掩盖。这部分倒是跟你猜测的一致。那凶手在何处？大人能不能让我审一审？遗憾了，凶手听说陈子商之死，连太后都惊动了，惶恐不已呀，以畏罪自缢。本官找到的也只不过是一纸公书啊，还有仵作的验尸报告，你自己看看吧。可陈子商的手稿明明和马连答卷一模一样，是二人联手舞弊的证据啊！哎呀，什么舞弊呀？马连都说了，考前他确实押了几道题，提前准备了几篇文章，可能这一篇呢，那是偶然被陈子商发现了，就抄去了。这不，镜湖先生的预言一出，他就卷铺盖箱打道回府了。他心中有鬼呀，对得上，都对得上。他这么说，您就信了？张平，人有失手，马有失蹄，差错一次也不稀奇。再说，你先前查凤凰头，我们大理寺上了下了都没捞着好，这回啊，那太后又盯着呢，本官实在是不敢让你插手了。慢走，慢走，慢走，我送了啊。吉祥姑娘，本官便开门见山了。科考前日，马连是何时来的半月楼？期间有没有见过什么人？马公子大约是戌时出道的，除了奴家，便没有见过什么人了。哦，对了，刚来的时候，与几位酒客喝了2杯，然后便一直待在奴家的房中，不曾离开。那些酒客都有谁？姑娘可认得出？都是半月楼的常客，几位富家公子，
楼里的姐妹都认识。那他们其中有没有人送过什么东西，比如文章或者手稿？没有。那他可曾带了书箱？中间有没有拿什么手稿背诵？也没有。他说他温不进书了，空着手来的，就连书箱也是第2日去考场之时，由家仆匆匆送过来的。大人，吉祥的回答听起来没有什么漏洞。马莲来半月楼似乎只是饮酒作乐，与买答案无关。而杀人的话，时间也对不上。我那天就是在这儿看见陈公子的。确定只有他一个人？就他一个。时间确定是2更吗？当然了，那天不是要下雨了吗？我赶着把地里晾的麦子都收回来，一直忙活到很晚才回来，正好听见大二哥。既然都2更了，天色很暗，你怎么能确定那个人就是陈子尚？那晚啊，我不小心撞了他，还撒了他一身麦子，对不住，对不住。不过陈公子也没有埋怨我什么，对不住了。那我先去忙了。我家大人还在禁足，您是怎么进来的？你们还不知道吧？大理寺已经把案子给结了，禁足令也解了，门口的官兵啊，全都撤了。结案了，把马莲给无罪释放了。什么？陶周峰那个老狐狸，真的是和了一手好稀泥啊！马莲若成功洗脱罪名，便也不会承认与镜湖先生的联系了。况且，他是太后侄女的未婚夫婿，即便我想用些手腕，也是有心无力。是啊，若是没有证据可以翻案，恐怕就不了了之了。莫文，其实我手里有些线索，只是我何尝是不想帮你？这个案子我实在是不能查，我爹和盛峰都是出题的人，证据但凡经过我手，难免会受人口实，反倒对你不利啊。但除了我，不是还有一个人可以帮你吗？我知道你心里过不去那个坎儿，但就是因为你俩分头调查，才给了陶周峰可乘之机。再这么拖下去，什么时候才能找到镜湖先生呢？该如何取舍？你自己掂量。二位大人，等会儿，我真的找监库那有钥匙。我看你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，没钱快滚，别在这儿碍眼。不是，这就是你们半月楼的待客之道。哎呀，这不是蓝大人吗？哎呀，蓝大人，快请，快请。你也进来吧。多谢蓝大人。顺手而为，不必介怀。那我就先走一步了。等等，你不是也来找结香的吗？本官也是。走啊！
二位请。见过蓝大人，马公子的事，奴家已经说过很多遍了。大人还有什么疑问吗？应该是。姑娘误会了，本官今天不是来查案的，是来听取的。听取？本官已经把此处包下了，姑娘继续吧。姑娘的手怎么了？啊，那日为马公子弹了一宿的曲，手指有些磨坏了。整整听了一宿的曲，马莲就不觉得枯燥？就没再请些歌妓舞妓前来助兴？没有，除了送吃食的仆役，再无任何人来过。姑娘，你为何替马莲做伪证？现在如实交代，还不算太晚。公子说笑了，奴家一直都在如实交代。按你所说，陈子商那晚是肯定没有来过了。当然，奴家从来都没有见过什么陈子商。那你房中为何会有陈子商身上的东西？这刚发芽的麦子就是陈子商留下的，确切的说，应该是假扮陈子商的马莲留下的。陈子商的邻居说，案发当天乡校下雨，他想赶在下雨之前把麦子收完，所以一直忙到2更才结束。回家的时候遇到陈子商，不小心车翻了，麦子洒了陈子商一身。但他不知道，他看见的根本不是陈子商，而是马莲假扮的。夜里黑灯瞎火的，马莲的身形又与陈子商相仿，所以邻居没有看出异样，以为陈子商还活着。马公子，你这是怎么了？沐浴更衣。马莲换下陈子商的衣服，重返半月楼时，无意带上了几粒麦子回来，最后落在了盆栽里。这便是他假扮陈子商的证据。你怎么知道这麦子就是那日掉的？万一是好几日前别人掉的呢？这是新麦，还没到发芽的时候，只有淋了雨才会播种。而京城近日除了科举前夜，再也没有下过雨，说明这麦子就是马莲那晚从半月楼跑出去，假扮陈子商后带回的，而你再替他做伪证。再加上我之前在陈子商家发现，用来杀害陈子商的凶器旁边有一片被外力扯断的金叶，而这片金叶恰恰也是马莲所戴璎珞上的，说明他与陈子商发生过打斗，并接触过凶器。根据这些线索，便可推断出马莲实际在戌时前就杀死了陈子商。之后，他想到只要假扮陈子商，将死亡时间推迟至亥时以后，同时与你串通好，他自戌时来半月楼后，整夜未曾离开。这样，他就有了完美的不在场证明，得以脱罪。结香姑娘，此案是圣上和太后钦点调查，你做了伪证，
犯了欺君之罪，当诛九族。这马莲背景雄厚，或许还可能侥幸脱身，但你呢？你最好想清楚。大人，奴家确实是一时糊涂，才答应帮马莲做伪证的，还请大人放过奴家一条生路啊！那晚，马莲确实是给了奴家一笔钱财，让奴家谎称彻夜与他在一起，还让奴家偷偷帮他溜出去，不被护院发现。但杀人什么的，奴家是真的不知啊，大人。你若愿意封口，本官自有办法保你。愿意，我愿意。今日多谢蓝大人，要是没什么事儿的话，我就先走了。今日查案辛劳，不如去我府中吃个便饭吧。这么晚了，你再回去烧也是麻烦。去我府中用膳，不过是添一副碗筷的事儿。这卷饼的配菜虽是随处可见的食材，但入口甚是鲜美。我儿时最爱这一口。张平，今日多亏你找到证据，才能识破马莲的诡计。张平应该是饿坏了。大人，请您先用膳。好。大人有胃疾，挨不了饿，你先吃2口垫垫肚子。今天幸好有蓝大人，要不然接香姑娘也没那么容易开口。你也会这种吃法？这吃法你是从何学来？好像很小的时候有人教过我。这是我儿时自创的。也许，正如玄机所说，20年前我娘来京城的时候，也带上了我。这卷饼的吃法，也是那时您教我的。是或不是都已经不重要了。大人，我想清楚了。如果查到最后，真是因为我娘害了您一家，我愿意在太后面前自我检举，为老蓝大人翻案。张平，无论镜湖先生说出什么答案，我都不会，也不该再迁怒于你。那时你说的要一直查下去，这话可还作数？吃吧。曹大人，吉祥姑娘翻供了，请您重审此案。怎么回事？他怎么还出尔反尔呢？曹大人，如何？本官还要对这个证词再推敲推敲。大人别推敲了，吉祥姑娘什么都招了，她就是收了马莲的钱，替马莲做了伪证。
马莲推迟死亡时间的手法我破了，杀害陈子商的物证我也找到了。张平啊，杰香既然能为了钱财替马莲做伪证，是不是也能为了钱财翻供？没有他的证词，你找到的那些证据是不是也难成定论呢？陶大人，既然陶子清有所怀疑，何不让马莲与杰香当堂对质？本官真是弄不明白，此案明明证据确凿，凶手也留下了遗书，对罪行供认不讳了，你二人为何还要纠缠不休啊？为了这点子虚乌有的事，就来我大理寺吵着闹着要翻案，你们究竟是跟马莲过不去，还是跟我陶州峰过不去，还是跟太后过不去呀？我们只是……张平，既然陶子清如此笃定，判决无误，那我二人也无话可说。告辞。蓝大人，走。陈兄，我们来祭拜你了。前几日镜湖先生再访纸鹤，说你头七有冤要深，今日兄弟们都来了。若你实有冤情，不妨显灵吧。官官相护，竟然找个死人来顶罪。真凶却还在逍遥法外。真兄，我们把你生前的旧物都烧给你，望你在九泉之下仍能奋笔疾书，做个地府状元吧。陈兄，我们虽平日与你交情不深，但也是钦佩你的才华的。若你在天有灵的话，你可千万别放过马莲，还有大理寺那帮混官。这是怎么回事？这是陈兄鬼魂显灵了吧？定是陈兄有冤情要诉，借此笔筒来转告我的。是啊，是对。镜湖先生有说，我们今日祭拜陈兄，必有异样。我们要替陈兄主持公道。所以一定要走。我们到宫门上书。对，宫门上书，为陈兄申冤，为陈兄申冤，上书。走。听说世子们今日集会悼念陈子商，这笔筒竟在众目睽睽之下烧了起来。或许是笔筒上有白磷，火盆一热便能自燃。可在场的世子竟无一人发现这小把戏，或者说发现了，也不愿揭穿，反倒大做文章。可见这大理寺的案子判的是有多不得人心。我也想不通，陶大人为何如此敷衍？证据这么明显，却还是无动于衷。大人当时就不该带我走。他为官数十年，早就练得油泼不进，刀劈不穿。那话中的意思已经很明白了，无非是因为马莲是太后侄女的未婚夫婿，怕得罪太后，才不想深查陈子商一案。你再与他纠缠下去，也是无用。那大人还有其他办法吗？要对抗太后，唯有一人。臣柳县有事启奏。讲。近日，陈子商被杀案传得沸沸扬扬，世子们深感大理寺有包庇马莲之嫌，纷纷在宫门上书，要求朝廷重审此案。老臣以为，科举取士乃祖宗之法，社稷根本，还需查个水落石出，还世子们一个公道。一群乌合之众，借题发挥，驱散便是了。
还请太后三思。眼下世子们已是群情激愤，若不顺应民意重审，只怕朝廷声誉将一落千丈。母后和柳太傅无需再争，此案朕已查明。昨日，世子张平呈上了马连作案的证据。你就是马连？是我。你们想干嘛？奉圣上之命，提审嫌犯，带走。哎，我不是被判无罪了吗？想干嘛？你们想干嘛？干嘛？审讯过后，马连对自己杀人舞弊的罪行供认不讳。哼，大理寺才将马连无罪释放，此刻又轻易推翻前论，如此反复，将朝廷的颜面置于何地？母后，儿臣以为，民心在，则君威在；民心不在，朝廷也不过是个虚名。如今错已铸成，民怨已起，只有拨乱反正，才能挽回朝廷的清誉。若母后仍觉不妥，儿臣还有一想。千秋一历成在即，不如届时举国欢庆，大赦天下，免1年赋税。如此施恩于百姓，才能挽回民心，而百姓也会纷纷感念母后的恩德。皇儿有心了，依你吧。圣上英明，裁决有方。是臣老糊涂，办案不力，请圣上太后恕罪。朕是该治你的罪，不过并非办案不力，而是执法犯法，蓄意包庇，安排假凶顶罪。圣上，就是给臣1万个胆子，也不敢包庇凶犯呐。实在是那马连太过狡诈，故意安排假凶手，迷惑臣的视线。陶四卿，你和了一辈子稀泥，真以为能一直蒙混过关吗？朕已查明，你那假凶乃是无人认领的气势。科举前2日便已溺毙，你以大理寺查案的名义将其带走，冰冻1日，再推入水中，营造心悸溺亡的假象。一桩看守可以作证，你欺上瞒下，置朝廷法度于无物，该当何罪？臣死罪。来人，在将陶周峰押入刑狱司。遵旨。我不是都认罪了吗？你们还来干什么？我们有一事不明，特来询问。你明明家世显赫，为何冒险舞弊？可是受了镜湖先生的指使？我思前想后，就是让人给坑了。没错，我家世是不差，但我也知道自己没什么本事，就想争口气。所以就来京城四处打听门路，想在科举中一鸣惊人。后来有个人找到我，说他手里有地可以高价卖给我，我一时鬼迷心窍，就上了他的贼船。那杀害陈子生，
也是你们商量好的。这事全怪陈子商。我们本来商量好了，抽签那晚钱货两讫，谁知道他抽到癸酉号就反悔了。我费了那么大劲，才让他答应帮我写题，现在就差临门一脚，怎么能够前功尽弃？所以你就杀了他，抢了他的文章。我也是一时冲动。蓝大人，你能帮我向太后求求情吗？我真是一时糊涂。是那个卖题的人告诉我，计划万无一失，而且就算事情败露，主审官也会站在我这一边。谁知道现在出事，那龟孙子影儿都没了。你口中那个卖题人，可是个俊朗的公子。是个老头，看打扮像个船夫。没想到查问这马莲，还是没有镜湖先生的线索。但也不是完全没有收获，最起码我们查到了那个卖题人。此事还得深挖下去。对了，我还有一事要劳烦于你。考试卷轴的封条上有一处霉点，或许是舞弊案的关键线索。你可有什么办法能查出些端倪？不行，这太明显了。这样又一点痕迹都没有。蓝大人，蓝大人，我知道了。卷轴舞弊的手法，我破了。有一些你是如何做到的？请看。用糯米磨成波浆，用墨汁勾兑，再烘烤成薄如蝉翼的一层，这样字迹就看不出来什么异常。只有用手指上的薄汗，才能将糯米纸融化，摸起来有些粘稠，过后也会发霉。杨伯就是靠这种方法抽到李太傅尸体的。我就知道此人有问题，走去拿人。小人知罪，小人知罪。小人家中实在是困难，这才收了邵大人的钱帮忙作弊。他说，科举那天士子们一定会闹事，一定会推我出来抽题。只要我将4纪发年的卷轴抽出来就行。请蓝大人明鉴。受制，礼部的事宜暂由你和纪文主持。诸位，既然蓝侍郎已经交出了主考官印，科举还当继续进行，改由本官代表礼部抽取经科考题。是我又如何？你们根本不明白，镜湖先生为我做过什么。父母为了供我读书，不惜借了高利，却被放贷的给逼死了。而这放贷的背后之人，就是户部尚书楚方头，是镜湖先生替我搜集了证据，才将他绳之以法。此等大案，莫说是科举作弊，就算让我赴汤蹈火，我也在所不辞。你承认科举舞弊是你所为？是。封条是我动的手脚，签也是我看陈子商要抽的时候暗中调的包。那签筒里面都是癸酉钱，他自然一抽就中啊。那世子推举杨伯抽题，也是你提前安排好的。我可没有这个能力，是世子何选仰慕先生主动请缨，
他通过拆解纸盒上的诗，把你弄出局，这样我们就可以里应外合，促成让杨伯来抽题的局面了。定是他跟蓝侍郎串通舞弊，应该把他们都抓出去严惩。我看有鬼的就是他，把他轰出去！轰出去！怪不得每次都是他带头闹事。少智，事到如今，镜湖先生已经罪无可逃，只要你肯说出他的下落，或许我可以替你求情，从轻发落。蓝大人，先生的行踪，岂是我等凡人能知晓的？你还真以为他是个神仙？那是自然。凡事，我只要在镜湖边放一只纸鹤，先生就会送来锦囊妙计。连破两案还是没有线索，镜湖先生竟能滴水不漏。他为了收买少智，竟大费周章地除去了户部尚书楚方同。你不觉得奇怪吗？的确，如果只是为了对付马连和陈子商的话，直接拿着陈子商的底稿去检举便是，何须如此？还有一人也因此案受到了刑罚。你是说，陶大人？他只是负责审理案子的局外人。真的是局外人吗？那为何卖题的人再三向马连保证，计划万无一失，就算事情败露，主审官也会站在我这一边。如此说法，倒像是早就确定了这主审官一定是陶如风。对了，楚方同被革职后，4位考官空出1位，而6部主官之中，治事的治事，革职的革职，唯有刑部尚书窦方可替代楚方同。所以说，一旦案发，刑部避嫌不能调查此事，这案子的审理权就落在了陶大人头上。马连是国舅的乘龙快婿，陶周峰不敢开罪太后，定会包庇他。科举首日天降之贺，余言诗中暗含考题，以得定国。泄题之人直指高官柳太傅，以此引发世子对朝廷的不满。而后，马连被无罪释放之后，镜湖先生又设计了鬼笔筒一事，想必是煽动世子们闹事，以逼迫朝廷彻查，好揭露陶周峰的包庇之举。看来，我们也被镜湖先生算在内了。可是，他为什么要对付陶大人？难道陶大人也跟20年前摩罗村案有关？那是他在京任大理寺丞，从未去过南京。或许有什么线索被我们遗漏了。这是上次莫文拿来的摩罗村天谴案的卷宗，还留在我这儿。可有什么线索？还是没有新线索。不如找陶大人问个明白。莫文今天一早已经审过他，他如铁板一块，什么都不肯说，只等着受刑。那怎么办？若陶大人死了，再想找到镜湖先生就更难了。大理寺丞陶周峰印，这个符合人的印章是陶大人的。当年摩罗村案竟然是他符合的。我们终于找到了新的突破口，可以化被动为主动。什么意思？既然是复仇，镜湖先生无非就是要陶周峰一死。只要我们向圣上说始末，求圣上免去陶周峰的死罪，是否就可以让镜湖先生再次出手了？
久不见。你就是镜湖先生。你的朋友睡得很香，像个不谙世事的婴儿，已经没有任何防备了。我可以不过去，但你要回答我几个问题。你刚才说好久不见是什么意思？你也是摩洛族人吗？你只需知道，我确实为摩洛族而来。20年前，究竟发生过什么？前尘旧事过于沉重，待我计划达成，你定会明白个中因果。你这是承认了，之前的案子都是你做的。告诉二皮江引起天传说的人，还有高价收购凤凰头的人，都是你。是。杀死玄机的杀手也是你派去的。不错。你复仇便复仇，为何绕这么大一圈子？直接杀了他们，岂不无趣？所以，他们当年灭村时犯下什么罪行，你便让他们重蹈覆辙，死于同样的罪。二皮江制造了毒药，你便让他死于毒药献祭。常威做了孔明灯，你就诱使他再做了一颗，去偷凤凰头，并因此而死。想必玄机也是如此。当年他为讨好太后，作恶灭村，如今又引他替太后栽赃柳太傅，最后落了个惨死的下场。我只不过是以彼之道，还施彼身。那你为什么要杀了陶大人？就是因为他当年也附和了卷宗。我破例见你，便是想告诉你，不要再干涉我的计划，更不要妄想救出陶州峰。无论摩洛族有何冤屈，你都不该以杀治杀，更不该牵连无辜之人。难道昨晚是场梦？我昨晚做了个梦，梦见我们都金榜题名了，这圣上啊，还让我们进宫做官呢。陈超，昨天晚上你有没有听到什么动静？什么动静？我昨晚睡得可好了，要不是今天要出摊的话，我还想回去睡个回笼觉呢。不过张兄，你至于吗？现在睡个觉都得搂着本书。木叶生，第50回。陈超，这字迹怎么这么像陶大人的？的确就是陶大人的字迹啊。难道陶大人就是木叶生？木叶生真的在大理寺当过差吗？他的真名叫什么？现在在何处啊？你说的是那个写《齐鬼夜谈》的？对，民间话本而已，都是胡乱编造罢了。本官从未听说大理寺有这号人。这不就是木叶生研究疑难怪案的地方吗？和书中写的一模一样。这一切肯定不是杜撰的。20年前，木叶生一定就在大理寺当差。不可能，陶大人怎么可能是木叶生？木叶生能写出倘若人人关心真相，黑暗便无处可藏。而陶大人一直断的是糊涂案，甚至掩盖真相，包庇凶手。还有啊，这书稿也很是离奇，这书中之人怎么也像是中了血雾毒药而亡呢？还有《齐鬼夜谈》只有49回，
还未写完，木叶生就封笔了，怎么会有50回？我明白了，难道镜湖先生是想告诉你，所有真相都隐藏在这本未见天日的手稿里？不行，我要找陶大人。可是陶大人已经被关进刑狱司了，朝廷重犯，禁止探视。那就找蓝大人帮忙。我和莫文打过招呼，但时间紧张，得想办法，快点焖出东西来。陶思清，这《奇诡夜谈》第50回，您看过吗？这书中讲的是京城一桩命案。惠安堂一夜之间血雾弥漫，全家9口浑身僵硬，瞬息而亡。而这书中的主角大理寺丞木叶生连夜调查，发现这血雾是一种毒药，由宫中的一位太医研制而成。木叶生正待追查，可故事却到这里戛然而止。蓝侍郎跟我扯什么话本子？这书是您写的，您就是木叶生，对吧？数月前，二皮将以血雾毒药连杀数人，您也亲历其中。这刑部结案的卷宗，想必您也见过。这作案的手法跟您书中写的一模一样。陶思清，当年您是不是查到了什么，才没将这话本继续写完？我什么都不会说的，你们走吧。摩罗村一案背后的凶手究竟是何人？竟令陶思清如此害怕，连只言片语都不敢吐露。我都快死了，你们为何还要穷追不舍？蓝大人不必再问了，他不可能是木叶生。这话本子，说不定是镜湖先生的诡计，是他模仿陶大人的笔记伪造的。张平，难道不是吗？你也看到了，陶大人是个胆小怕事、欺软怕硬的庸官，遇到事情只知道和稀泥。而木叶生那么嫉恶如仇，他们哪里像啊？我自幼看木叶生的话本长大，一直以来视他为毕生追寻的榜样。来京城之前，我随师父游历四方，去过他书中写的各个地方，还将书中不实的推论都一一列举了出来，就是为了有朝一日能够进大理寺和木叶生当面对谈。但如果木叶生只是一个在书中编织谎言之人，我宁可从未看过他的书。什么倘若人人关心真相，黑暗便无处可藏，真是可笑。张平，第42回，木下还魂。我都记不得这一回，木叶生被困墓中是如何逃出升天的了。或许曾经的木叶生会想尽办法百折不挠，而如今的陶周峰早已锐气全失。好吧，窝囊了20年，今晚便再做一回木叶生。20年前，
我还是大理寺丞，负责审核地方提交的卷宗。某日，我收到一份岭南道的加急卷宗，上面说我朝与南洞国边界有个摩罗村，所有村民一夜之间定身而亡，全身灰白开裂，肌肤僵硬。当地官府前去调查，却毫无线索。只听附近村民说，当晚有天降血雾的异象，而这个村落崇尚巫术，疑似遭了天谴。我当即便联想到了京城刚发生的惠安堂灭门案。惠安堂，那不是二皮匠报复的望人郎中一家吗？不错，两个案子中死者的死法一模一样。我当时觉得这两桩案子或有某种关联，便又重查惠安堂灭门案。在案发现场角落之中，搜出了一个太医术专用的药瓶，瓶中残留的红色粉末有剧毒，我猜惠安堂的人就是中了这种毒身亡。难道二皮匠曾经也是太医？我拿着药瓶去到太医署调查，得知一名专擅制毒的太医在摩罗村被灭之后便离奇失踪了。再一路追查下去，我发现他曾在摩罗村惨案发生之前，和司天监监正玄机、工部营造司常威一同离京了一段时间。有官员在驿站附近看到这三人同行南下。常威也有官职，玄机不是说他们是从民间招来的奇人吗？还有更古怪的，我又去查常威，发现他也在摩罗村一案后失踪了。我怀疑参与此事的人，除了玄机之外，都遭到了灭口。倘若二皮匠出自太医署，常威出自工部，那屠村便不是玄机一个驻京科首领能调度的了。你同我当时想的一样，察觉出这背后牵连甚大。我本该及时停手的，可我还是没忍住，又继续查了下去。果然发现了更深的秘密。什么秘密？二皮匠当年不仅是太医，更是太后身边的红人，专替太后研制各式毒药。那时太后地位尚不稳固，为了把持朝政，经常毒杀忤逆她的宫人，甚至是朝中大臣。太后，你们猜得不错，摩罗村一案很可能是出自太后的手艺。陶周峰包庇杀人舞弊的真凶，法理难容，但却能死里逃生，也引得士子们群情激愤。现在又跪在皇城外不肯走，坊间百姓已议论纷纷，以为这包庇是我们朝廷在背后授意。皇儿既体察民意，便不应改判，如此方能为朝廷正名。可是母后，那日在朝堂上，这些话不都是你说的吗？哼，
皇儿也无需担心，毕竟你尚未亲政，有什么旨意下错了，哀家自然会帮你修正。谢母后教诲。这就是您当年封笔的原因。我何尝不想打抱不平，揭露所有真相？但从我知道这个秘密时起，便再也做不成嫉恶如仇的女生了。匹夫岂能撼书？那可是太后啊！我做不到，你，班侍郎，都做不到。可想，镜湖先生记恨您，便是因为您当年知而不报了。此事过去20年了，我原以为当年那些人早就被太后灭口，直至前些日子二批将重新出现，连杀数人，太后还有意无意的在朝堂上问起，我才意识到事情还没结束。后来，凤凰头、失窃、旋即暴毙，这桩桩件件，都是冲着当年屠村的参与者而来。我心中便存了警惕。镜湖先生早已摸清了我的弱点，手段之狠，心机之深，陶某人输得心服口服。可像我这20年里担惊受怕，苟且偷安，最终还是难逃一死，有什么意义？有什么意义？陶大人，你不会死，我们已经向圣上求了情。你想的太简单了，有些事是逃不掉的。想必这《七鬼夜谈》里的第50回，太后也已经知晓了。张平，当初我见你痴迷长安，性情刚直，像极了当年的我。可现实如此，换做你是我，会怎么办？应西公公这么晚了，怎么还亲自过来？杀我的人来了，你们快走吧。可是，刚才那个问题，我没有找到答案。希望你能找到。走吧，再不走，莫文会被牵连。公公，您辛苦了。那老奴呢，还有几句话想私下说与陶四卿，还请王侍郎暂且回避。啊，公公请便。王侍郎，回避。
好。公公深夜前来，可是太后有何旨意？毒酒穿肠，必守追信。这太后啊，念你为朝廷效力30余年，恩赏您留个全尸。明天一早啊，京城百姓便可知晓，您包庇侵犯，自感愧对朝廷，在狱中自尽了。老臣谢太后恩典。